真实记录我的中缅边境一日游。这里是云南的勐海县，对面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缅北。今天我将从西双版纳的景洪市出发，参加中缅边境一日游，价格非常的实惠，150元。我原本是打算一个人去玩这条路线，来回近300公里，包车就要600块。想到现在经济下行，我表姐现在涂香水都只涂人中，只取悦自己，不让别人蹭到半点味儿。表哥的保时捷豪车上，1年来没听过一首完整的歌曲，因为他没开音乐会员。一方面要节流，另一方面坚决不让资本家开源。虽然我早已财务自由，现在吃泡面加卤蛋，想加几个就加几个，但还是要居安思危，该省的要省，该花的也要省。早上7点半就要去泼水广场集合。景洪是西双版纳的首府，澜沧江从景洪穿城而过。澜沧江在国内名气不大，但它流出国之后，名字变成了大名鼎鼎的湄公河。它流经中国、缅甸、老挝、泰国、柬埔寨、越南6国，可以说是东南亚多国的母亲河。湄公河发源于中国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，上游在中国境内。这条东南亚生存和经济的命脉，其实掌握在中国手中。从地缘博弈的角度讲，澜沧江相当于100个师。可以去看一下，你就不用花钱再来一次啊。勐景来景区又被称作中缅第一寨。刚进景区就受到热烈的欢迎，音乐声中夹杂着打工人的麻木和996的倦怠，舞蹈演员则是达到颜值巅峰起码40年的傣族美女，绝对是村里广场舞的主力队员。这是一个位于西双版纳勐海县边境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，距离打洛口岸仅5公里。它其实就是一个村庄，90%的村民是傣族。这里最大的特色是一脚踏2国，江的对岸就是缅甸。这条江叫做打洛江，打洛江从寨子西侧流过，形成天然国境线。江的对岸就是缅甸第4特区小勐拉，可以在这里体验一江之隔，2国风情。当年小勐拉到处是鸦片种植地和毒品加工厂，至1997年被缅甸中央政府确认已彻底清除毒品。此后，小勐拉依托毗邻中国的地理优势，转向发展以博彩业和旅游业为核心的经济模式。当地约80%的人口为华人。据说小勐拉目前的状况是，明面上的乱，比如枪战、毒品少了，但暗地里的坑，比如赌博、诈骗依然不少。寨子里保留了非常原生态的傣族生活方式。这里曾是中缅边境的宗教文化中心，寨内有塔林、神树、神泉和佛寺，保留着浓厚的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。村寨里依然保留着祖先流传下来的古老工艺，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慢轮制陶、古法榨糖、傣锦制作、傣纸制作等活着的非遗项目。午餐是自费的，每人35元，是安排到当地傣族村民的吊脚楼上，体验正宗的傣族菜，味道还可以接受。据我观察，大多数游客吃的都还是挺开心的，毕竟这种体验还是很独特的。背面记好了，拍照不要拍背面，拍佛，你不管去哪里也不能拍背面的。好啊。打洛口岸是国家一类口岸，紧邻缅甸东部第4特区。口岸的这个牌子下面不是英文，而是拼音。我刚开始以为是搞错了，后来想想，有些少数民族同胞和缅甸人，也许他们不会看汉字，但讲汉语，通过这个拼音就能看懂意思了。在打洛口岸，可以远眺对面的缅甸口岸，也能看到缅甸一侧的大金塔。口岸附近居然还有一个边贸珠宝直播基地，看来只要是中国的地方，哪怕是这偏远的边疆口岸，信息一点都不落后，能跟全国保持一致。旁边还有一个装修高档的珠宝市场，主要是卖来自缅甸的翡翠，价格从几百到上百万。玉这个东西水太深，我老爹曾经买过一个手镯，卖家开价3万6，老爹还价到25，竟然成交了。旁边还有一个菜市场水平的玉石市场，商户还挺多。虽然这里看起来亲民一点，但我也不敢问价还价，就怕出现赵本山和范伟卖拐的情况，从3万还价到500，卖家立即喊成交，不掏钱估计很难脱身。在跟团游的过程中，导游的讲解其实也是一大看点。这里处于中缅边境，对面的缅北各种电诈毒品绑架战乱，确实非常猎奇惊悚。导游也会给我们讲一些外地人很难知道的干货，有些故事令人捧腹大笑，
有些故事则听得让乘客们心惊肉跳，心有余悸。我们建议行程去中缅边境，坐车2个多小时，中途会上洗手间，全程不走回头路。我们的行程孟井来、国门、笃树城的记好了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早上好。那不行，我们今天36人，对不对？36人，一人之一在一寸，一天之一在一城。早上和时光最好的时候，你们早上都懒洋洋，这天怎么玩，朋友们？你们机票是那么贵，火车票那么贵，住宿也不便宜，对不对？而且的话呢，咱们今这条线这么好的线路，用这个状态对待你们所花的钱，对不起所花的钱了。再一次，各位朋友，早上好。好。对吧？开心不是？欢迎你们乘坐我们直通车啊！后来我们2艘货船10艘船员从景洪港港口出发的，我告诉你啊，经过地方之后被他们给劫持了。他们其实劫持目的干嘛呢？让咱们中国人帮他们运输毒品啊。那你们说咱们中国人干不干？肯定不干，不高兴把我们船劫掉。为什么要存呢？给儿子娶老婆，女儿嫁妆钱，存点点，对不对？你们汉族思想会这么想，我们可不会这么想。我呢，今挣100块钱，我要把这100块钱吃光、花光、用光，我呢再就是另外100块钱啊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不攒钱，这个意思。所以你们发现没有？景洪市银行多不多？银行多不多？景洪市。我们的银行是有的，但不多。要走好省都要找银行，好省那才走行。我们的银行都是汉族修建的，存钱大部分汉族人啊。我们老百姓思想，有时候为数无疑啊，特别老年人啊这种的，他们认为的，我把钱存到银行以后，银行不是给我张薄薄的卡，这个卡多好，什么东西可以买，全国各地可以刷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老人认为，我的钱是要看得见、摸得着才是我钱。你呢，只是给我张卡，我看不见我的钱，摸不到我钱，这种的。所以我们的那个思想和你们还是有那么点区别的，告诉你。还有的话呢，我告诉你们还有个问题，你们去你们汉族学校，你们的小学、幼儿园、一年级学文去看看，你们发现没有，接孩子寄宿的老人，汉族学校是不是？你们可以有空去看看我们这边市区的，我们的小学、幼儿园呢，一年级那边接孩子寄宿的年轻人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们老人是不会把孩子当孩子的。你自己生孩子就帮解决，想办法解决。我老子不管你了，我老子负责身体健康就可以了。哪里像你们汉这么幸福年轻啊？孩子一生就有父母，你自己该干嘛干嘛去啊！我们是不会把你带来，你自己生孩子嘛，自己想办法解决。我老人只负责身体健康就可以了。我们老人虽然说不讲究吃，不讲究穿，但我们老人很享受的啊！你告诉他，比如说我们老人不像你们汉族，你老人家穿的光鲜亮丽的，会打扮。我们不讲究吃，不讲究穿，但是我们老人你说这东西吃了对身体好长寿。这东西用了对身体好长寿，你放心了，在他能力范围之内，他一定想办法吃东西。那你们汉族有些老人不舍得吃哦，哎呀，我的钱，老人家反正我年纪大无所谓了把钱留给我儿子，留给我孙子，对不对？很多老人家想的，所以这个思想还是有点不一样，告诉你。对，在中国只有我这地方才有，而且我们人口不多，所有基诺族才2万多人口啊。我们是1979年6月份的时候才被国家确认公布为单一的民族，对，也是从原始会跨入社会中社会的，所以你们很多人不认识，那是正常。我们基诺族自称基诺或者雅诺，在清代的时候称优勒的。我们以前生长都靠刀耕火种，60年后我们才有古典农耕的。为什么不喜欢男孩子？你说，为什么呢？小朋友们，因为女孩生孩子，对，生孩子，男孩只读书。对，挺好，在傣家男嫁女娶，男人必须嫁出去，女人娶过来，泼出去的水你们不喜欢，我们也不喜欢，是我们喜欢女孩子，不喜欢男孩子的。而且我们傣家，我住房和你们汉族不一样的，你们有空去看一下。我们的房子这样的楼上住呢，楼下装放杂物的。住的话就不像你们汉族一个房间的用木板会装的隔开，对不对？睡觉的时候夫妻一个房间，夫妻房间，对不对？我们大部分是打通铺，老小全部住在一起用蚊帐来。上次小姑娘问，白姐，缅甸不是在打仗吗？我们今天去能不能听到炮声？你们说我们能不能听到炮声？打不打仗？不打。不能下车的地方，咱们就不要下车。为什么？咱们缅甸的山和咱们中国山连在一起的，对，你自己瞎走乱走，你不小心走到缅甸去，你自己不知道自己在缅甸就跑掉。对，缅甸的要求很低，只要是不露肚皮、不饿肚子就可以了。你不露肚皮很简单呀，买70-80块衣服可以穿好久，对不对？不饿肚子，每天20-30块吃饱饱，对不对？他们1-2千万的工资可以养好几个女人，何况你们在座几个猫猫，你们几个陪情货，每个人收入不止1-2千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再想一想，可以养好多女人。缅甸就男人偏低所以现在所有流团都过不去。如果说有人告诉少东林，我走带去玩，
缅甸我带你过去，我告诉你，我敢保证100%，要么是黑车黑团，要么偷渡的啊。真正的正规军是过不去的啊，朋友，所以不要想我们是过不去的，我们到边境是过不去，安全第一啊，这个地方。我们这个边境有个村叫寡妇村，一个村的没有一个成年男人，告诉你，全是成年女人或者孩子。你们想想，男人都去哪里去了？拐子。全贩毒全被抓啊，不是拿到全贩毒全被抓，有些判死刑，有判刑，告诉你，所以这些是很多的。还有呢，我们那个边境还有一个村庄叫那个43个贩毒的，特别有钱，虽然说是贩毒，但以为村里做不少贡献啊。后来43个商量好，要给他们村修条白油路。你们想想没有，修条白油路花多少钱啊？然后呢，图纸画好了，施工队找好，准备施工的时候。你们应该知道，老百姓嘛，人一个村不是好多人家，又不是1、2人家，对，这么多，他家咋那么有钱？一会儿做那，一会儿做那个，从哪赚那么多钱，对不对？就是眼红，打电话举报，警察就过来查。一查的话，你们知道，像我们当地老百姓洗澡都是太阳能，太阳能你们知道不？一个太阳能不是要放个大桶，对不对？他们一个太阳放了4个大桶。警察去查的时候，你知道查什么？你们查什么东西吗？4个大桶全放人民币啊！还有一次，我朋友开着自驾车路过马路边，是我朋友啊，2个妇女抱着小孩在挡车，因为我们当地姓胡的，多做善事，为自己积德，为家人积德啊。路过马路边下着毛毛雨，天快黑了，找帮进车。我朋友想，哎，这么晚了，2个妇女抱孩子挺可怜的，车也挡不到了，他就是警察留的车。查半天，你们猜查什么东西？啊？后来查半天你们知道他查到什么东西吗？放哪里的？对，他那小孩为什么不活不到？因为小孩是死的，他要把那小孩肚子划开，把那内脏拿出去，补平放进去缝住的啊，缝住。运毒人他什么招都收出来，他不讲诚信的。我卖毒品5万块钱，你走之后我再打电话举报，只要警察一抓到我的奖金又是5万块钱，我双倍的钱，不是哪那么好抓。所以我下午早上跟你们讲，我怕堵车，因为如果没人举报那天我们顺利通过，那就过去了。如果有人举报今天可能有人带东西了，那一天的话1个车不放过，1个人不放过可能会堵车，我不敢保证堵1小时还是2个小时，所以为什么堵车这个情况？